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最近呢，我身边有不少朋友跟我抱怨，说网购的成功率呢实在是太低了，买10件要退9.9件哦。看模特图都蛮美的，怎么自己穿到身上呢都完全不像一回事儿。其实吧，网购呢确实是有很多坑啊，非常容易踩雷。而之前呢，我也是翻过无数次车，最后呢总结出了几条经验教训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支长影片，看看如何擦亮眼睛，避开这些模特图，帮助你稳准狠的买，大家一定会喜欢的。老规矩，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more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镇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了。当我打开网页的时候呢，发现全部都是欧美模特的时候，我就会格外的小心，因为欧美模特的身材呢，跟我们亚洲人的身材太不一样了。欧美模特呢，普遍肩宽、骨架大、腿长、腰短、头身比惊人，而我们的骨架会比较偏小一点，肩呢也窄一点，相对来说呢，腿也更短一点，所以完全没有可比性。他们穿着那些很有型的宽肩西装，我们穿的可能完全撑不起来。他们穿的很好看的抹胸，到我身上呢，就可能又垮又土又没有气场。除了身材差异很大，肤色呢也有极大的差异。我们就拿欧美白人模特举例，他们的肤色呢比较偏白皙，比较偏冷色调的，穿什么颜色呢都显得蛮干净的。而亚洲女生呢则是偏暖黄色调的，如果跟着买，尤其是那些黄色系啊、裸粉色系啊、花裙子等等，就很容易显得气色很差，显得皮肤很黑。另外呢，气质的差异也很容易让衣服失真。欧美模特拍摄的时候呢，经常会带着一点高冷感，有气场有腔调，每一件呢都穿得很像杂志大片。但是对于我们亚洲女生来讲呢，可能就很难 hold 住这样的风格。综上所述，我在买衣服的时候呢，会尽量去挑选有亚洲模特的图片，如果实在没有呢，我就会去社交媒体上看看有没有亚洲的买家秀。那如果呢，有一件衣服我特别想买，爱到不行，但是图片只有外国模特的时候呢，那我就会很仔细的去看这件单品的尺寸啊，包括肩膀宽度啊、胸围啊、腰围、臀围等等啊，保证呢这件衣服是能够适合我的身材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当你打开网站想要买衣服的时候呢，模特呢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型。一般来说呢，模特会有各种拍照的姿势，包括有站着、侧着、走路、坐着，甚至是蹲着等等。但是如果这件衣服没有一张正面站立图，我是不会买的。这里所说的正面站立图，就是指好好站着，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也没有扭来扭去，就这样站直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看到衣服上身后最真实的效果。如果没有这样的正面站立图，模特呢都是扭来扭去的那种造型，我跟大家讲大概率呢就是这件衣服的版型不太对，站直了拍不好看，所以只能够各种凹来凹去，各种借角度。注意我这里说的呢是大概率，并不是绝对这些呢都是我的经验之谈。另外呢，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模特在拍站立图片的时候呢，如果总是爱做那些夸张的动作，那大家就要小心了。比如说模特的手呢不好好摆，或者是遮住一侧衣服的时候，很可能是袖子太长，或者衣服的腰身呢做得不够好，才需要通过这些夸张的动作做修饰。这时候呢，就要仔细看这件衣服的其他模特图以及平铺的产品图，仔细辨别，避免踩雷。在这里呢，我要特别说一下鞋子这个品类也是我踩雷最多的一个品类。我以前买鞋呢，关注的是鞋子本身的皮质、鞋子的形状等等。很多鞋子的模特图呢，都是敲脚拍，专注于鞋子本身，或者是坐着拍，又或者是蹲着拍。但是我买过很多次鞋子之后，我发现以上所说的这些鞋子的模特图呢，
真的是太容易翻车了。经过这些年反复的摸索，我才明白买鞋子也一定要看模特的正面站立图，哪怕呢不是从头到脚的图片，至少呢也是从臀部开始的下半身都要看得很清楚的图片。一来呢，这样能够看到鞋头的比例和宽度，而平拍或者是侧拍，又或者是敲脚拍的，是看不出鞋子穿在脚上到底是尖的还是宽的。有些鞋呢平放看着蛮秀气的，但是穿上呢可能鞋头太大，显得很笨重。有些鞋呢看着很圆润，但是穿上呢会显得脚长或者脚宽。只有正面站立图才可以清晰的看到鞋子上脚的形状，鞋型是否修脚等等。更重要的是呢，只有正面站立图才能够看到鞋帮和脚踝到底是谁高谁低。在这个方面呢，有几类鞋子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乐福鞋，还有一类呢就是运动鞋。除了需要看鞋帮和脚踝的高低，还要看的是鞋舌会不会太长，会不会显得腿短。短靴呢也一定要看正面站立图，只有模特站好站直了，才能够看到靴口和脚踝的切割线会不会显得腿粗。而平拍啊或者是敲脚拍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另外啊，还有一些所谓的站立图呢也需要避雷，比如说呢这种双脚交叉的站立图，又或者是故意做出一些动作的图片等等，也都是不合格的。因为在视觉上呢会形成错觉，很容易让人看不清楚。同时呢，正面站立图呢最能够看出鞋和腿的比例协调感，穿上呢是不是显腿长，会不会显腿短等等。所以买鞋子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有正面站立的模特图，否则呢很容易翻车。所以呢，买鞋子跟买衣服一样不是只要仅仅关注在鞋子本身，而是要看模特的正面站立图，这时候下单呢成功率才会比较高。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哦。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现在呢特别流行一个词那就是氛围感。大家呢都很爱拍氛围感照片，但是呢，如果你看一个品牌，他们家所有的模特图都是那种氛围感超强的图片，这时候呢就要格外的小心，大概率你会踩雷的。比如说呢，模特顶着一头羊毛卷发在海滩漫步，裙子随风飘起，镜头故意虚化，超有艺术感的，但是衣服呢却完全看不清。这种氛围感的图片呢，看着确实很文艺、很高级，情绪感拉满，但是完全看不清衣服本身，那就更难判断这个衣服好不好，适不适合自己了。大家能想象这张模特图是为了展示外套吗？但是其实呢，这张氛围感照片根本无法判断外套的版型。再来一张这条裙子呢，到底垂下来是什么样的形状，有多长呢？现在这种随风飘动根本看不清，模特扭着坐下也看不清衣服自然下垂的形态。阳光一打，再用滤镜，就会把衣服呢处理得特别的柔和通透，可能和实物的颜色呢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玩笑话，就是颜值不够，氛围感来凑其实衣服也是一样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如果这个品牌所有的衣服都是氛围感超强的图片，大概率就是因为这个衣服本身版型、面料、颜色都不行，所以呢，只能靠着这样的氛围感来取胜。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说100%，只是说我的经验之谈是这样子的，比较容易踩雷，大家呢一定要擦亮眼睛。还有一类氛围感照片呢，我觉得比前一类稍微好一点，没有那么的虚头巴脑。这一类的氛围感图片呢，强调的是周围的环境，但是如果不仔细观察，还是蛮容易踩雷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是我自己亲身碰到的。比如说呢，这张模特图，模特呢穿一套蓝色衣服，哇，好好看啊！
低调的优雅，还带着夏日的轻松感，看着很心动，很想买啊。但是呢，同一套衣服换一个很普通的背景，你还会想买吗？我把这2张图呢拼在一起，大家感受一下，就能够看出差别了。同样的一套衣服，左边的背景呢是蓝天白云，还有一艘船，感觉穿上这套衣服呢，就好像在自己的游艇上玩耍，老前锋轻松拿捏。而右边呢，就是一个普通的摄影棚拍摄，没有任何背景的烘托，这套衣服呢，一下子就显得很一般了。从这张对比图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背景对氛围的影响有多大。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其实买的并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品牌想要传递出来的那种生活方式。比如在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在告诉你，我有游艇，我在度假，我很松弛，我很快乐，我很有品味，不是吗？所以我现在买东西更青睐于看那些背景很简约或者是白底的模特图，因为这样呢会看得更清楚，而且因为没有背景嘛，也不容易被情绪引导而上头。如果看到背景呢特别有腔调的氛围感图片怎么办呢？比如说这一张背景呢就是海滩游艇大 house， 感觉自己1秒穿越去了 Hampton 度假。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采用抠图的功能，其实苹果手机都是自带的。抠完图之后呢，我就会把它放到白底上面，然后再来看模特的穿搭。这时候我会再问自己，我到底会不会想买？如果这时候还想买呢，我才会下单。大家呢不妨试试看这个抠图的功能保证可以打开一个新世界。现在呢很流行 authentic， 也就是真实感嘛，哪怕明明是假的，但是也要营造出那种很真实的错觉，对吧？所以有一些品牌呢，索性就爱用大量的模特自拍照，无论是对镜自拍，或者是模特呢在电梯里面对着镜子拍一样的，都会给人一种蛮自然的感觉，好像随手一拍呢就很美，因为衣服本身很时髦。但是要注意如果这个品牌所有的图片都是自拍图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能很容易踩雷的陷阱。因为对镜自拍呢比较容易修饰身材，换句话说很容易作弊。首先把镜子本身呢可以放得稍微斜一点大家都知道斜线显瘦嘛，靠墙放，斜过来，你立刻呢对镜就会感觉瘦了5公斤。我跟大家坦白我家那面大镜子呢就是靠墙放斜一点的，所以大家都说我的自拍很好看，很显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自拍呢可以熬角度大家呢不妨对着镜子试试看，一只手举在前面，腰臀稍微扭一扭，另一只手叉腰或者插口袋。哪怕是你最丑的衣服，你拿出来比划比划，自拍出来都挺好看的，相信我。另外对镜自拍呢，也不太容易看得清衣服的版型和尺寸，翻车的几率呢相当的高。最后还有2点呢是比较容易忽视的。第一呢，就是有些模特图呢特别注重 styling。所谓 styling 呢，就是指整体的一个造型，包括穿搭、妆容、配饰等等。当然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谁呢都想通过 styling 之后呢，把自己家的衣服、鞋子、包包给拍好看了。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你买回家之后，你会像模特这样来做一个搭配造型吗？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会把丝巾这样包在头上吗？如果去掉了这根丝巾，这一套衣服就有那么好看吗？你会这样叠穿衬衫，这样戴皮带，衬衫的领口开这么大，戴那么大的耳环吗？你会这样穿皮草搭配短裙和黑丝吗？好像很难吧。不是说这样的 styling 不行只是当你看到模特图片它整体的 styling 特别强的时候，你就要三思而后行，想一想你回家之后会怎么穿，能不能像模特这样做出这么好的造型，如果没有的话，会不会在你身上穿出好的效果呢？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模特的颜值。大部分模特呢都长得挺好看的，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被模特的颜值所吸引，稀里糊涂就下单了，以为穿上呢也能够变天仙。
这里呢，我也教大家一招啊，很多时候呢，我会把模特图的头故意给切掉。这个时候呢，你在观察衣服本身，你还想买吗？如果你还想买，这时候才考虑下单。好啦，一口气分享了5个网购比较容易踩雷的点。我这里呢也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呢，如果都是欧美模特，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的身材气质、肤色跟我们太不一样了。第二，必须要有正面站立图，包括鞋子，否则很容易踩雷。第三呢，氛围感超强的图片呢，也比较容易翻车，尽可能去选背景很干净或者是白底的模特图，成功的几率更高。第四呢，自拍图可以忽略不计。第5呢，如果这个模特本身特别注重 styling， 颜值又特别高的话，下单前呢也要3思而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